ベビーカーをご利用のお客様は危険ですので、エスカ第二天的旅行，我们坐东海道新干线前往热海。坐新干线很快，从东京到热海站才38分钟。途中我们会在热海站转车，转伊东线前往伊豆。第一站的话，我们要去城基海岸。城基海岸站是一个无人车站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伊豆的话，建议是找大站下车，会比较没这么慌。如果你是用 IC 卡的话，站内会有一个整理券的机器，你进站或出站的时候抽一张，就可以证明你有来过这一站。然后你到时候去有站务员的大站去结算车资就可以了。这次的话，我是买 JR Pass， 所以直接上下站就可以了。出站以后，顺着路走就可以散步到城基海岸。道路的两旁种的都是樱花树，很适合春天来走走。这附近的房子我看都是别墅但看起来都是没有人住，因为别墅的步道都结满蜘蛛网，看起来就是没什么人在整理。城基海岸是火山岩浆冷却后形成的岩层，整段海岸线的风景非常的漂亮。你可以选择一次性的走完，或是分段进行。步道的总长度是9公里，建议是穿布鞋来玩，因为除了步道以外都是石头，会比较难走。今天来天气还不错，只是气温有点低，大约是10度左右，风很大。秋天来玩的话，记得要多穿几件衣服来。这边最有名的就是门斜吊桥，高32公尺的吊桥就悬吊在水湾跟岩石的上方。晴朗的日子还可以欣赏到下面的珊瑚礁。因为我本身恐高所以我都是在旁边拍拍就好。下一站要前往伊豆最知名的仙人掌动物园。这个动物园离城基海岸有点距离，我们是搭计程车过去的。各位应该有看过日本节目有介绍过水豚泡温泉的影片。这座动物园就是发源地，里面有将近130种动物跟1500种来自各州的仙人掌。动物们都采半放养的方式，让你可以近距离的跟动物接触。如果你想要喂食动物的话，旁边也会有饲料箱可以购买饲料，一份是200日元。虽然说你可以跟动物近距离接触，院方有做一个牌子提醒你，有些动物不是那么亲人，像是孔雀鹈鹕、猫头鹰等等，如果有带小朋友来喂食的时候要小心。如果你懒得走路的话，园区内有8个人工岛，可以用观光船的方式去看放养动物，船上也会有工作人员进行导览。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猫头鹰也是放养的，就是你逛到一半会突然发现，这里怎么会有一只猫头鹰，有一种探险的感觉。可能大家会把关注点放在可爱的动物上，但是别忘了这里是仙人掌动物园。你可以在仙人掌狩猎工坊挑选喜欢的仙人掌，然后做成盆栽带回家。逛完动物园，往外步行10分钟，旁边就是大势山缆车。大势山是一座休眠火山，也是日本国家指定的天然纪念物。出于环境保护，禁止人们徒步上山，只能用搭缆车的方式到山顶。大势山有一个直径300米、深度70米的大型喷火口，中间是凹陷的形状。山顶是步行道，可以绕行一圈，花费时间大约是30到40分钟。但是如果你是沿路拍大概要1个小时。从步道外面看，完全没有阻挡物，整个伊东的景色收进眼里。不过今天天气阴阴的，只能看到附近的景色。天气晴朗的时候是可以看到富士山跟整个伊豆群岛的。景点的最后，我要推荐的是伊豆高原站的泰迪熊博物馆。
伊豆高原站下车的时候，站内的连通道两旁就会有可爱的泰迪熊装饰。出站后走路5分钟就能到博物馆。博物馆创立于1995年，里面有很多艺术家们用生活化的方式去呈现熊熊的人生百态，或是工作的样子。里面也有很多是馆方从世界各地收集过来的古董泰迪熊，大多都是限量发行的真品。里面也有泰迪熊在做贩售，不过我看最便宜的是30万起跳，不便宜耶，买票进去看就好了。2楼部分主要是一些不定期的企划展，主题位置更换。这次的是龙猫与泰迪熊的特展。跟台湾展出不一样的地方是，它很多是用布偶的方式去呈现的。有机会来到伊豆的话，请务必来逛逛这个博物馆哦。本次介绍就到这边啦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